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手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來聊一個經濟學上非常弔詭的謎題。過去幾十年，全球化這股大浪席捲全世界。當初他可是打包票說要幫助那些比較窮的國家拉近他們國內的貧富差距，但結果呢？現實走的卻是一條完全相反的路。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次的分析，我們會像偵探一樣，跟着5個線索來破解這個謎團。首先，我們會先看看全球化這個承諾跟現實之間到底差了多少。接着，我們要來研究為什麼一個被經濟學家信奉了200年的經典理論，這次竟然會完全失靈。然後，這就是解謎的關鍵了。我們會介紹諾貝爾獎主提出的一個全新觀點。再來，我們會用這個新觀點深入去看，到底為什麼在全球化這場新遊戲裡，2種不同技術的工人命運會差這麼多。最後，我們會一起來思考，面對這個困境，真正的出路到底在哪裡？好，我們就一起來找出真相吧。好的，我們先從第一部分開始看起，全球化的失落承諾。這裡我們要先搞清楚，理論上那個美好的想象跟現實世界血淋淋的結果，中間到底出現了多大的裂痕？這就是最核心的矛盾點。你看哦，全球化本來的劇本是要讓開發中國家裡比較辛苦的勞工也能分到一杯羹，讓貧富差距縮小。但現實上演的卻是，像中國、印度這些因為全球化而經濟起飛的國家，他們內部的所得差距不但沒有變小，反而還破了歷史記錄。這不是說全球化沒有帶來好處，它確實把整個經濟的餅做大了。但問題出在切餅的時候，全球化這把刀顯然出了點問題。餅變大了，但絕大部分都被金字塔頂端的人拿走了，底下的人分到的可能比以前還要少。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為什麼這個結果會讓經濟學家們這麼驚訝？因為它等於是直接賞了經濟學界一個存在200年、被當成國際貿易聖經的理論一巴掌。這就好像有一天物理學家突然跟你說：“地心引力好像怪怪的，在某些地方會失靈。”你是不是也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這個經典理論就是我們在經濟學課本上一定會讀到的比較優勢理論，是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提出來的。它的核心概念其實很簡單，就是叫大家專心做自己最拿手的事，其他的用買的就好。200年來，這個理論可以說是解釋國際貿易為什麼會發生的根本大法。那根據這個理論推導出來的結果非常清楚。第一步，比較窮的國家通常有非常多的低技術勞力，所以他們最擅長、成本最低的就是生產那些需要大量人力的產品。第二步，當全球化把貿易大門打開，有錢的國家就會跑來買這些便宜又好用的東西，這樣一來，對窮國這些低技術勞工的需求就會暴增。第三步，你想嘛，市場上大家搶着要你的薪水是不是理所當然會跟着漲？所以窮國的貧富差距，照理來說應該會縮小。這個邏輯聽起來很順，對吧？而且這不是紙上談兵，它在歷史上是真的應驗過的。19世紀末，歐洲的低技術勞力比較多，當他們跟當時技術比較先進的美國做生意的時候，歐洲內部的貧富差距真的就縮小了，完全跟理論預測的一模一樣。這就讓整個謎團更懸了。一個在歷史上被證明過準確無比的理論，為什麼到了20世紀末這一波全球化，就突然像個壞掉的指南針一樣，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這就引導我們來到今天的核心，也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艾瑞克·馬斯金教授，他提出了一個突破性的新模型。他認為問題不是舊理論完全錯了，而是我們現在玩的這一場全球化遊戲規則早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馬斯金教授用一句話就點出了關鍵：生產過程本身已經被國際化了。以前的貿易比較像是成品的交換，比方說美國賣電腦給台灣，台灣賣鞋子給美國。但現在的全球化更像是組一支跨國明星隊，每個國家只負責自己最厲害的那個生產環節。一支手機可能設計在美國，晶片在台灣，組裝在中國，這才是現代全球化的真實樣貌。所以，馬斯金教授的新理論有2個核心要素。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生產國際化，而第2個關鍵是我們不能再很粗略地把工人只分成高技術和低技術這2類，我們需要一個更細緻、多層次的劃分方式。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可以把全世界的勞動力想象成一個4層的金字塔，從最頂端到最底層，分別是 A、B、C、D 4個等級。A 級呢是頂尖的創新人才 ，D 級則是基礎的勞動力。這個模型很直觀，有錢的國家之所以有錢，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 A 級和 B 級的人才，而開發中國家主要就是由 C 級和 D 級的勞動力組成的。好，請你記住這個分類，它是我們解開謎題的萬能鑰匙。好的。有了這個4層模型當做我們的分析工具，我們終於可以來拆解貧富差距擴大的核心機制了。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因為它解釋了為什麼同樣在一個開發中國家，全球化會讓一些人平步青雲，卻讓另一些人被遠遠拋在後頭。我們先把時間倒轉，回到全球化還沒那麼普及的時代。那時候，生產合作都被國界給框住了，就像2個獨立的生態圈，彼此不太往來。在有錢的國家，頂尖的 A 級人才會跟高階的 B 級人才合作；在比較窮的國家，情況也差不多。中等技術的 C 級工人只能跟國內的低技術低級工人組隊生產。但是，全球化就像一架打破圍牆的飛機，徹底改變了遊戲規則。它帶來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有錢國家的 B 級管理者突然發現，他們可以透過網絡和便宜的物流，直接去跟窮國的 C 級技術工人合作，這就形成了一個效率更高的跨國夢幻隊。但這同時也殘酷地拆散了窮國裡頭原本那個 C 加 D 的本土組合，結果就是窮國的低級工人被無情地留在原地，沒人跟他組隊了。好了。這就是謎底揭曉的時刻。我們來看薪資的變化，就像2條完全分叉的人生軌道。C 級工人的薪資就像坐上火箭一樣往上衝。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合作夥伴從原本的低級工人升級成更有能力的 B 級管理者，生產力大幅提升，薪水自然就水漲船高。但另一邊代表低級工人的薪資卻是原地踏步，甚至還可能往下掉，因為他們失去了原本的合作夥伴，新的機會又輪不到他們。於是，開發中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就在這一升一降之間被急劇的拉開了。OK， 既然我們找到病因了，那更重要的問題來了，該怎麼辦？這部分我們要從診斷病情轉到開藥方，來看看該如何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這時候，一個很直覺的想法就冒出來了。那既然全球化是兇手，我們是不是乾脆築起高牆，回到過去，不要玩這個遊戲了，不就好了嗎？但是馬斯金教授立刻就否定了這個想法。他說，那將會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政策結論。為什麼呢？因為全球化雖然有副作用，但它同時也創造了難以想象的巨大財富。阻止全球化，就像是為了怕噎到就再也不吃飯一樣，根本是因噎廢食。問題不是出在創造財富的這台引擎，而是出在財富的分配機制。所以，正確的解方不是去停止遊戲，而是想辦法讓更多人有能力來參與這場遊戲。核心目標就是把低級工人的技能提升上來，讓他們也能變成跨國合作鏈裡面那個被大家搶着要的夥伴。具體的方法包括政府補貼的基礎教育，針對產業需求的職業培訓，甚至是提供一些財務上的誘因，鼓勵比較窮的家庭讓孩子去念書，而不是太早就出來工作。但這筆錢該由誰來出呢？
我們可以從3個角色的角度來分析。首先，低級工人自己，他們想提升自己的意願最高，但現實就是他們沒錢。再來是企業老闆，他們有錢，但投資意願很低，因為他們很怕自己花田訓練好的員工，馬上就被競爭對手用高薪挖走。這就是經濟學上常說的搭便車問題。所以最後，這個責任或者說最理性的投資者就落到了政府身上。政府不只有稅收當作財源，更有維持社會穩定、促進長期經濟發展的強烈動機來進行這項關鍵的投資。正如馬斯金教授所總結的，正確的道路不是去對抗全球化這股強大的趨勢，而是要想盡辦法讓那些技術最低的工人也能夠分享到它所帶來的好處。所以整個分析繞了一大圈，核心觀點可以濃縮成一句話：問題的根源不是全球化這個工具本身有錯，而是我們沒有建立好一個機制，讓所有人都懂得如何使用這個工具。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我們是從一個很矛盾的謎題開始：為什麼本該拉近貧富差距的全球化，反而讓情況更糟？我們發現，關鍵在於新形態的全球化，讓生產過程可以被拆解、跨國分工。這意外地導致了窮國的 C 級工人和富國的 B 級工人結盟，卻把最低技術的低級工人給拋在了後面。最終的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而釜底抽薪的解決方案，並不是倒退回去反對全球化，而是要透過教育和培訓，大力投資在那些被遺忘的低級工人身上，讓他們也有能力登上這班全球化的列車。這也留下一個更深遠的問題，讓我們思考：當下一波由 AI 或新技術引領的變革來臨時，我們要如何設計更好的制度，確保這次的浪潮能夠真正的將每一個人都一起向上托舉，而不是再次複製這種贏者全拿的劇本。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